Hello 啊，大家好啊，又係我 Tommy 啊。咁上一集咧，我哋就提過美國今次嘅通脹危機啦。咁如果今集我同你講而家有一種嘅基本上係零風險嘅投資產品，可以達到年利率9.6厘，你又信唔信呢？呢個咧就係美國嘅通脹掛鈎債券 iBond 啊。我哋會講解一下究竟 iBond 係點樣去運作，有啲咩投資上面嘅限制啦，同埋稅務上面嘅操作，適合啲咩類型嘅人去投資呢？喺啲咩嘅時候買係最適合呢？而喺片尾嘅時候咧，我都會同大家親身去示範點樣喺 Treasury Direct 嘅網站上面真係去登記同埋去買債券㗎。喺我哋進入正題之前咧，我需要事先聲明㗎，我並唔係從事投資相關嘅工作，咁所以咧本節目咧只係一個個人理財嘅教學啦，或者一個資訊性嘅節目並唔涉及任何嘅投資建議。如有需要嘅話，請你徵詢相關嘅專業人士啊。放低頭盔之後咧，我諗好多人咧特別係年輕嘅一代咧，一聽到債券呢兩個字咧第一個反應就係點解我唔投資虛擬貨幣咧唔投資 NFT 咧某某電動車品牌嘅股票咧可能回報咗10幾20厘喎。咁喺呢度用少少嘅時間去講清楚究竟資產類別嘅 asset class 同埋投資風險嘅重要性視乎每個人嘅年紀啦、短中長期嘅理財目標，同埋好重要嘅個人嘅風險接受程度，對投資唔同嘅類型例如債券、房屋、貴金屬、現金、股票等等，都好有分別嘅。可能某某公司嘅股票會好適合一個20零30歲啱啱畢業出嚟嘅年輕人，但係咧就對一個可能80、90歲嘅老伯伯嚟講咧，就唔係話咁適合啦。所以啦，可能我今日介紹嘅 iBond 完全唔符合你投資嘅種類同埋風險接受嘅程度，但呢個唔代表 iBond 係冇佢投資嘅價值嚇。呢度咧，我舉幾個簡單嘅例子啦 ，iBond 可能適合到大家嘅情況嚇。第一啦，例如你可能短中期嘅時間入邊需要進行一個金額可能比較大嘅購買啦。例如可能你想買間屋，你買架車，可能你要結婚擺酒，你又唔係好願意接受好似股票虛擬貨幣等等背後嘅風險。畢竟例如可能你下個月要擺酒啦，唔能夠因為股市大冧同老婆講，不如遲少少先結婚咧嚇。你希望呢筆錢咧，起碼都可以做到保本啦。等待你可能將來有機會有需要嘅時候咧，就攞嚟買嘢嘅。第二或者可能你正喺度建立緊你自己一個嘅緊急存款，一個 emergency fund。一陣咧，我喺片中咧都會詳細去解釋究竟啲乜嘢係定期存款嘅階梯 CD ladder。第三啦，你可能已經進入花甲之年你以抗通脹啦同埋保本作為你投資嘅首要目標。又或者第四啦，而家有好多嘅朋友咧都開始喺度鼓吹咩金融風暴經濟危機就嚟到咯喎，所以將啲資產遠離股市、遠離樓市，所謂 cash is king 啊嘛。相類似今集所提到嘅抗通脹債券咧，有可能會啱你喎。我喺度咧就唔能夠，亦都唔會建議大家去做任何嘅投資決定個人理財係一定需要你自己心領神會先能夠做得有效噶。所以希望大家因應自己嘅狀況作出適當嘅選擇好啦，我哋而家正式去介紹下乜嘢係 iBond iBond 咧所屬嘅美國存款類嘅一啲嘅債券呢叫 savings bond 啦，係美國聯邦政府咧發行同埋保證噶。片頭啦，我咪講過 iBond 係一個零風險嘅投資產品嚟嘅。有啲好似大家買到嘅加工食物啦，係咪成日標榜話咩零反式脂肪嘅？有少少嘅取巧喎呢度。iBond 咧的確係有風險㗎，就係美國政府違約只不過啦，機會率同埋影響力咧就等大家自己去衡量savings bond 咧喺美國咧其實係歷史好悠久㗎。最重要嘅事件咧就係1935年嘅美國經濟大蕭條，同埋1941年美國參與二戰希望籌集資金啦同埋抗通脹嚟用嘅。而對上一輩嘅美國人嚟講啦，其實對於呢啲嘅債券嘅認識咧，就源自於可能祖父母俾小朋友嘅一個生日禮物嗰個時候咧，其實嗰啲嘅債券咧仲係印喺紙上邊啦。到佢哋大個嘅時候咧，就可以去銀行攞翻啲錢出嚟噶啦。都算係當時一個比較好嘅金錢教育啦。而1年之前咧，同大家去講財務自由系列嘅時候啦，都有講過啦。美國今時今日發行嘅存款債券咧，就分為2種噶。一種咧就係 EE bond，你今日咧買咗一定嘅金額咧，20年之後咧呢個金額就起碼會 double 噶。
咁而之後嘅10年咧都有一個固定但係非常非常低嘅利息回報。咁所以EE Bond 咧其實頭20年嘅年回報咧，其實講緊起碼都有3.5厘嘅。而另外一種咧就係今日我哋會講到嘅 I Bond。咁佢咧就係會隨住美國嘅通脹水平咧去調整利率㗎。咁由於其實之前嗰個通脹一直都係一個非常合理嘅水平啦，咁所以 I Bond 其實實際年利率咧一直都係徘徊喺1到2% 左右嘅啫。相比頭先講嘅 EE Bond 咧，長遠嚟講其實係冇咁吸引嘅。而雖然兩者嘅投資年期咧都係30年，頭12個月無論任何情況都好，你都係唔可以攞翻啲錢出嚟㗎。而喺投資1年之後咧，你就可以自由提取。只不過啦，如果你喺1年到5年之間去攞嘅話咧，就會被扣減最尾嘅3個月嘅利息作為懲罰。但由於EE Bond 每年嘅固定利率係一定比 I Bond 為少啊，所以除非你可以等到20年先攞 EE Bond，否則嘅話咧 I Bond 咧係應該更加適合於投資年期較少嘅投資人士㗎。而今日因為通脹咁勁抽I Bond 咧其實佢嘅利率係非常之高㗎。例如你喺2021年嘅11月到今年嘅4月份買 I Bond 咧，你嘅利率咧係7.12厘。而下一個月5月推出嘅 I Bond 咧，利率係預計係會升到去9.62厘啊。咁所以假設如果通脹一直都係維持喺呢個嘅水平嘅話啦，你就算買咗 I Bond 1年之後你真係需要去攞啦。扣埋最尾嗰3個月嘅罰金你都可以攞到大概9個月我當你打勻啦8厘左右㗎。咁換翻上嚟，其實年回報都有6厘啊。相比之前 Tommy 咪介紹過一啲嘅 reward checking 啲回贈嘅支票戶口啦，最多咪3到4厘。咁其實呢個回報咧係非常非常之吸引㗎。咁題外話Tommy 咧就啱啱申請咗呢個叫 Current 嘅支票戶口啊，最多6000蚊嘅，可以得到年利率4厘，一個月都可以喺 Super King 買到6條金倉魚噶啦。下邊咧可以揾到我嘅推薦連結，配合埋你有一個 direct deposit 咧，大家都可以攞50蚊噶。然後再講一講喺稅務上邊 I Bond 同埋其他投資產品嘅分別啊。同其他美國嘅收入係一樣啦，I Bond 嘅利息咧係計算喺大家嘅薪俸稅入邊㗎，只不過同普通嘅銀行存款每年咪年尾會寄一張1099 INT 俾你嘅，唔同喎。I Bond 嘅利息咧，你要去交稅咧，係只係你拎翻出嚟嗰一年。咁即係換句話說啦，如果你等到第30年先攞翻出嚟嘅話啦，咁你就只係當年先去交稅。咁所以I Bond 咧可以話係延稅㗎。而相比其他可能現金存款嘅其中一個好處咧，佢就係雖然你係要俾聯邦稅，但係你就係唔需要俾州稅同埋地方稅㗎。好似我哋加州嘅入息稅啦，好多人都可能喺8到9% 嘅 tax bracket 入邊。呢度你都應該可以慳到好多稅嘅。再者啦，如果你係使用 I Bond 嚟去支付一啲包括可能教育方面嘅開支嘅話咧，就完全唔需要俾聯邦稅㗎。當然啦，你話相比起股票相比起房地產，你長遠賺嘅錢咧，可以當係一個長期嘅資本增值 （long term 嘅 capital gain），得到一個較低嘅稅率。I Bond 咧嘅利息收入咧，只係一個普通嘅收入 （ordinary income） 同大家可能嚟翻工啦，你收一份 W2 咧，嗰個嘅收入嘅計算方法咧係差唔多㗎。咁所以咧並唔係話喺稅務上面有好多嘅優惠啊。但當然啦，同片頭我哋提過啦。股票房地產債券係唔同類別嘅投資產品，喺正常情況之下，你唔會完全因為稅務嘅考量而選擇其中一個㗎。好啦，然後我哋介紹一下其實 I Bond 嘅利率係點樣去定嘅。每6個月啦，美國政府都會依照當時嘅物價水平制定之後推出嘅 I Bond 嘅利率。例如20年嘅5月起，利率係1.06厘；11月起，利率係1.68厘。21年嘅11月起係7.12厘，而根據而家通脹嘅數字，預計5月推出嘅 I Bond 應該有9.62厘。有啲網友就可能會認為，咦，咁我下個月即係5月啦，推出嘅 I Bond 有9.6厘喎，咁而家先得嗰7.1厘，我係咪應該等到下一個月先去買呢？呢個咧就好視乎你想 hold 住呢個 I Bond 幾耐啦。無論你幾時買呢個嘅債券都好啦，你都可以鎖定你當時買嘅嗰一刻嘅利率6個月，而喺之後嘅6個月咧，你就可以得到再之後定好咗嘅嗰6個月嘅利率。喺度打個好誇張嘅比喻啊！
咁假如6個月之後美國進入一個通縮嘅週期，iBond 嘅利率變為0嘅話，如果你由下個月嘅5月開始買 iBond，你就只會得到6個月嘅9厘，同埋之後6個月嘅0%啦。咁但係相比嘅，如果你今個月4月嘅時候已經買啦，你可以享用6個月嘅7厘，同埋6個月嘅9.6厘喎。咁所以咧，只要通脹喺未來嘅30年或者更早咧係會跌嘅話咧，呢個滯後嘅6個月嘅 iBond 利率咧，將會係 iBond 一個對於可能長期投資者例如退休人士咧一個非常非常吸引嘅地方。而相反啦，例如可能你淨係想投資 iBond，可能得1年嘅啫。由於最尾嘅3個月嘅利息咧，你會嘔翻俾佢啦。你有預期之後可能11月公佈嘅利率唔會低過4.7厘嘅話咧，咁你就可能真係會等到5月先去買啦。咁自己計一計數啊。而另外一個需要大家去注意嘅地方咧，就係喺1個月之內無論你邊一日去買咧無論你1號買又好，30號買都好，都係會算你買咗嗰1個月嘅 iBond 㗎。咁所以聰明嘅大家咧，應該係接近月尾嘅時候先去買啦。而如果你咁樣做嘅話咧，你其實大概最少咧係11個月零1日或者2日啦，就可以提前攞翻啲錢出嚟㗎咯。而除咗我哋頭先提到一定要喺1年或者5年之後去攞翻嗰啲錢嘅規定之外咧，iBond 仲有其他嘅規限㗎。例如每一個納稅人咧，每一年咧就只能夠買最多1萬蚊嘅 iBond。咁所以咧，譬如你兩公婆嘅話咧，1年就可以買2萬蚊嘅 iBond 啦。咁當然咧，我諗睇緊呢個影片觀眾呢個金額應該都夠啦啩，係嘛？咁但係都仲有其他方法可以增加呢個限制嘅。例如果兩公婆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嘅信託，每人每年都可以加多1萬蚊。如果兩公婆每一個人都有自己嘅公司，每人每年都可以加多1萬蚊。每一份稅表上邊如果有退稅嘅話，最多可以攞5000蚊嘅退稅嚟買 iBond。而大家有玩過信用卡遊戲咧，都會知道點樣去製造退稅嘅。又例如咁講啦，可能你喺4月15號交稅嘅嗰一日你就故意交多啲錢然後咧就 file 一個 extension， 然後喺之後真係報完稅嘅嗰一日咧就攞翻啲錢翻嚟，呢個就係退稅啦。當然啦，呢度再次重申呢個唔係一個建議只係 Tommy 喺網上面揾到啲少少嘅資料嘅啫嚇。又或者啦，如果大家係有小朋友嘅話咧，每一個小朋友都可以再買多1萬蚊。然後啦，雖然你買俾你自己嘅債券係有限制啦，但係你亦都可以買債券俾你嘅屋企人嘅。當然啦，呢度亦都係包括埋你嘅配偶噶，而饋贈係冇限制噶。只不過啦，收嘅嗰一方係唔能夠超過佢每一年1萬蚊嘅上限嘅啫。所以呢個禮物咧係將會一直嘅保留喺買嘅嗰一方嘅戶口之上，直到收禮物嘅嗰一方佢嘅限制消除為止啊。而喺呢段嘅時間之中咧，你係唔能夠攞翻呢個已經潑咗出去嘅水噶。但呢個嘅債券咧，卻係依然有效噶，依然都可以攞到利息。咁所以咧，其實 iBond 嘅限制咧，就好似李小龍先生所講到啦，以無法為有法，以無限為有限。話俾你哋知，我哋中國人唔係東亞病夫。而喺跳到片尾Tommy 真係同大家親身示範點樣去開 iBond 嘅戶口之前咧，我都想好簡單嘅介紹一下一個叫定期存款階梯 CD Ladder 嘅概念。我諗睇緊呢個影片一啲可能上咗年紀嘅觀眾啦，好似我爸爸媽媽佢哋嗰個年代咧，都會將身邊一啲可能唔係好需要嘅金錢咧，就擺喺銀行度做定期。真係有需要嘅話咧，就撥個輪啦，然後就去提前攞翻啲錢出嚟。當然啦，其實時至今時今日咧，定期存款已經不再受年輕人嘅垂青。好多人咧寧願將呢啲嘅現金放喺啲冇利息嘅活期存款入邊。但係咧，我都覺得可以係向上一代嘅人咧去學習一下呢啲存款嘅習慣㗎。我諗有接受過一般個人理財嘅人嘅意見咧，都會知道應該留翻可能3到6個月嘅一個嘅應急資金啦，一個 emergency fund 啦。視乎唔同人嘅需要啦，以作一個不時之需㗎。當然啦，其實你話對於一啲財務自由嘅一群人嚟講咧，應急資金咧可以話係 overrated 㗎。甚或至咧係唔需要㗎。因為我哋有咩？有信用卡啦，間屋可能你有 HELOC 啦，你可能有401k 啦，甚或至有其他嘅投資戶口等等。但係咧，我喺呢度咧只係集中大部分嘅人嘅身上去講啊。其實我哋可以嘗試將呢啲嘅錢放入去定期存款入邊嘅喎。
咁當然啦，有啲人就會問啦，咦，咁你做定期啲錢咁攞翻出嚟咪好鬼麻煩咯？咁所以呢度就要講一講所謂定期存款階梯嘅概念啦。咁大家要明白喎，雖然我哋講應急資金啫，但係除非打個比喻啦嚇，有個綁匪可能老走你老婆啦，咁即係標心啦，咁要求你俾啲現金去交贖款，咁可能呢啲嘅時候咧，就真係要攞晒你所有嘅應急資金去因為現金要交俾佢啦。咁當然你話好似 Tommy 呢種人咧，其實銀行就係冇存款㗎，咁我一定會同佢講，喂，可唔可以俾 Venmo 啊？可唔可以俾信用卡啊？係嘛？因為有信用卡回贈啊嘛。不過啦，綁匪嘅反應一定係撲你個嘟啦，係嘛？信用卡啊嘛，結果咪就係撕票咯。咁但係其實除此之外啦，係咪即係講笑啫？正常嚟講，其實你話撞車啊，你可能入醫院啊，你話交學費啊，或者係日常生活用途等等嘅開支咧，其實應急錢咧都唔係一時三刻需要㗎。咁所以咧，例如你嘅應急錢可能係我講緊你存可能1萬蚊啦，你係唔應該將呢1萬蚊放咗喺個單一嘅 CD 戶口定期存款入邊㗎。你可能將佢分成可能10份啦，係嘛？咁你開10個1000蚊嘅定期存款戶口，特別每一個戶口咧嗰個到期都唔同嘅，例如可能1月到期、2月到期、3月到期、4月到期，又或者可能夏天、秋天、春天、冬天咁樣去到期等等。如此類推，咁呢一個咧就係所謂嘅定期存款階梯。而咁樣做嘅好處咧就係你可以根據你自己嘅需要啦，去提前嘅攞翻啲定期存款出嚟啊，亦都可以保留一定程度嘅利息。而如果你明白呢個嘅概念嘅話咧，亦都可以將定期存款換成我哋今日講到嘅 iBond， 因為咧其實你諗一諗啦，1年之後嘅 iBond 就已經可以變成一個可以喐得嘅而利息一定會比較高嘅定期存款戶口。而咁樣諗嘅話咧，其實 iBond 咧亦都係一個個人理財非常好嘅工具嚟㗎。好啦，咁最後都同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Treasury Direct 嘅網站上邊點樣去登記戶口，點樣去進行交易，同埋有啲咩嘅地方係需要注意㗎。咁我哋進入咗 treasurydirect.gov 嘅網站上邊咧，點擊開啟戶口啦，然後再選擇 Treasury Direct， 同埋而家做申請。然後啦，咁我哋就揀一揀買嘅種類啦。例如我哋今日開嘅咧就係個人戶口，然後咧就打返你嘅個人資料啦，包括你嘅名、中間名、姓氏、TIN 嘅號碼啦，即係個人戶口咧就係你嘅社會安全號碼，公司嘅話咧就係你公司嘅 EIN 號碼，你嘅出生年月日，然後你可以選擇輸入你嘅駕駛執照號碼、發行嘅州份同埋過期日，但呢度咧你亦都可以選擇唔填寫㗎。以我嘅個人經驗嚟講咧，如果唔使寫咧就唔好寫啦。然後你嘅住址、城市、州份嘅名同埋郵區編號，你嘅電話號碼，咁呢度咧就淨係需要一個啫。然後你嘅電郵地址喺度打2次，然後你嘅銀行名、銀行號碼、戶口號碼，銀行上面列明嘅戶主名稱，支票定係儲蓄戶口。呢度咧強烈建議大家只係使用一個你預計未來你真係攞翻 iBond 出嚟嘅嗰一日都會用緊嘅銀行戶口因為如果你未來係需要改嘅話咧，係非常非常麻煩㗎。你係需要列印翻一張有6頁紙嘅 FS Form 5512，要填完之後咧去附近銀行揾經理簽名㗎。然後最尾喺嗰個框度剔一剔，證明你以上輸入嘅社會安全號碼屬於你自己啦，你冇備用嘅預扣稅，同埋最後你係 IRS 定明嘅美國人，亦即係所謂嘅稅務居民啦。咁當然啦，如果你係美國公民，擁有綠卡嘅話咧，你就一定係美國嘅稅務居民啦。但係之前都同大家講過啦，好似無證移民如果留喺呢個國家超過一定時間視乎你嘅情況，都係一個稅務居民。你唔能夠用社會安全號碼咧，亦都可以用 ITIN 去買 iBond 㗎。然後到下一頁啦，大家要睇清楚啦，你打入嘅資料有冇錯，然後咧就再遞交申請。如果大家好似我咁樣有呢個錯誤嘅信息咧，就代表住佢嘅自動認證系統唔能夠認證你所提供嘅資料，你就必須重新去複核一下你嘅資料啦，修改之後再提交。由於呢個系統咧，只係會俾你2次機會如果你第2次嘅申請嘅時候嗰個資料都唔能夠通過認證嘅話咧，係會比較麻煩㗎。一陣間我就再解釋。
但無論如何啦，之後咧就會到達設定密碼嘅一頁啦。咁你係揀你中意嘅登錄嘅圖案啦、顯示嘅標題啦，然後輸入密碼提示，選擇同埋輸入3條重設密碼嘅問題嘅答案。打完之後咧，你嘅電郵信箱就會收到一封嘅電郵。如果啱啱嘅認證係成功嘅話咧，咁就恭喜你啦！你係會收到你嘅戶口號碼啦，同埋邀請你登入。但如果你收到另外一封好似咁樣嘅電郵嘅話咧，就代表住你係需要列印 FS Form 5444，填妥之後去到附近相熟嘅銀行，揾翻分行嘅經理簽名去認證你嘅身份，然後將填妥嘅表格以郵遞嘅方式發送去 Treasury Direct， 然後進行一個人手嘅認證。咁樣一來一回嘅話咧，大概係2個星期嘅處理時間㗎。咁所以咧，以 Tommy 嘅經驗嚟講咧，啱啱準確無誤咁去輸入呢個資料咧，係非常非常重要㗎。特別啦，好似銀行資料咁樣啦，我知道好多香港人個名換成英文咧，都係3個英文詞語啦，例如陳大文就係 Chan Tai Man 啦，咁會變成先名後姓嘅 Tai Man Chan。有好多唔了解亞洲人嘅名嘅銀行職員咧，都會誤以為其中嘅 Man 係中間名，就係 middle name 啦。咁所以戶主嘅名咧會變成 Tai M Chan 或者 Tai Chan。又或者啦，就算幫你處理嘅銀行職員係知道你係冇中間名都好，但係因為某啲嘅電腦系統係唔容許去輸入方格將你個名改成為 Tai Man Chan 或者係 Tai-Man Chan。無論如何啦，喺啱啱輸入嘅一欄之中，請你輸入同你銀行登記嘅戶主嘅名係一樣如果你最後輸入嘅資料認證成功咗啦，你就可以登入到 Treasury Direct 嘅網站啦，點擊上面嘅 Buy Direct， 然後就係選擇你要買嘅債券。今日我哋要買嘅係 iBond。然後由於我哋之前登記嘅時候已經打咗個名同埋銀行戶口啦，咁所以呢一度咧就會見到你嘅名同埋銀行戶口號碼。你亦都可以去更改或者加入其他，例如配偶嘅名啦，然後輸入你要買嘅金額。咁呢度咧我就買1000蚊啦。然後喺下邊就選擇你要買嘅時間啦。你亦都可以選擇去定明一定時間去自動購買，然後復檢一下資料有冇錯呢？冇錯嘅話，提交之後你嘅購買就完成㗎啦。你話喺網上面購買債券係咪好簡單呢？咁相比以前印喺紙上面嘅債券，要去銀行買同埋提款咧，就真係好方便嘅。好啦，咁都希望今集咧可以等大家更加了解美國嘅通貨掛鈎債券 iBond 嘅背景啦，同埋操作方法啊。如果大家有任何嘅問題，歡迎喺下邊留個言啦。都希望你可以訂閱呢個頻道啦，讚好同埋分享呢個影片。咁我哋就下一集再見啦，拜拜。